大家好，欢迎来到红龙兄弟频道。今天这个影片，我们来跟各位讲，我们夏天草莓到底要怎么做养护啊，跟防备。你们种草莓常常听到就是什么夏天到草莓就会干枯，又或者是很多病虫害。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盆栽种植型的草莓要如何做夏天的防护，跟种在土地上地质型的草莓的养护措施。然后后面我们还会有草莓在我们这里夏天常见的几种病害虫害之类的，我们一一会介绍给各位。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的影片就是在介绍一些关于果树盆栽各类种植的，只要跟土有关的，你在我们的影片都有机会找得到。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是茉莉花，你看，我们现在走进草莓的种植区，旁边这一丛茉莉花非常的大丛，然后顺便看一下那边有紫苏跟黄金梅。紫苏就是怕那个一些蚱蜢之类的。现在这个时间你看到这些草莓，这些都是红的品种，然后这些品种因为它尾端后面这些尾声吃起来就会开始酸了，所以有一些就已经淘汰掉，像这样子。这是我们一些比较没有在照顾，你看它整个土都已经干掉了，像这个都是这些就是比较没有浇到因为它就是没有多惊艳，没有多好吃，就没有特别照顾。然后旁边这些是红颜草莓，最近应该也是比较常如果有种草莓的，也是比较常听到的一个品种。你看它这个叶子，这个就是最近开始出现我们夏天到了，开始出现一些中华褐金龟我有拍到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会这样啃食草莓的叶子关于防治方法，有人说可以用清洁剂，用那个亮颜色的桶子，可能这种色系的这种桶子，然后里面装清洁剂之后，它因为看到这种亮比较鲜艳的颜色，就会跑进去，然后掉到清洁剂里面，就沉在那边挂掉。这些是我们留下来的之前雪芹白草莓，这支很强。这个是我们盆栽种植的大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部根也都长出来了，这根都长出来了。现在这种状态它就是我们一般盆栽种植到后面尾声，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花的长势大小。那你转过来看到，它这边有这个老叶你夏天你要浇水，我们这边夏天最主要遇到的问题是浇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我平常日也没有在这里所以这个浇水就比较麻烦，有一天会干掉。像这个，你就是开始梳，把一些平常那个没有做的这些老叶，开始把它去除掉然后如果有那种长果实的，看一下，像这个就是红颜像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特别吃你看它长出来的果实就长这种状态然后为什么不吃？因为你就算大颗，像我们后面这些白草莓这个也会产这种大果，这种比较现在都比较小颗啦，现在这个时段都比较小颗然后那个好吃的吃起来还是甜好的品种虽然会没有冬天那么甜，但糖度至少测起来还是有9度到10度左右，就是一般大众外面市售那种草莓的甜度。现在也不太吃，因为这个时间草莓就开始会有果蝇来咬，然后果蝇咬了之后，它很快不用熟，7分熟就会咬了。像这种熟度这个就是都有被叮到，有没有？这就是被果蝇咬的。这7分熟，果蝇就会去咬它，里面就会有开始长虫。你草莓如果种比较多，那个你没有办法一颗一颗去套像田里我种了2排，
那个在长都是好几十颗，所以就有一些就是放在那边给它烂掉哦。像这个时候，我们养护的要点就是拔老叶，刚刚讲拔老叶，然后还有这个花，就是那个草莓的花哦。有些品种到这个时候哦就会一直开，这个时候还会继续开，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拔掉了，没什么用，因为这个时候那个长出来的果实啊也没有那么好吃哦。有时候你会看到哦，长到这种尾声也会开始缺一些元素。我们先把这个老叶都拿掉。我拔老叶的其中一个目的啊，是为了让水可以浇透，让水比较容易浇进盆栽里面。有时候会被这个叶子哦这样浇下来，会被这个叶子挡掉。像我就是弄到这个状态，看一下，你浇水就可以直接浇在这个上面，哦，这样就比较浇得进去啊。哦，这样就一颗，然后就接下来它会开始长走茎。哦，我们去田里看一下我们布满走茎又布满杂草的草莓区，像这个就是我拿来留种的，这种盆栽就是我拿来预留种的。然后田里也就是让它随机生长，哦，长多少就长多少，那个我没有特别管。来，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田里啊，刚刚旁边这一堆就是我们上次我来种的小小的哦，但现在已经整个长起来。这个品种的长势就是这样子，不同品种有不同的长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同品种的长势的差别状况。现在看到这两株的品种是好像叫做美颜，它的长势比较弱一点，但是它的果实比较是锥形这种。这个是雪芹或雪盐，我有点搞不清楚了，因为都种在一起。哦，它们的长势其实不会差太多。它们的果实就是我上次那个63公克大草莓的那个果实就是它的。这个你草莓种在田里啊，如果你是像我这种半种半游玩，然后半玩的这种状态的玩家的话，你这个种在田里啊，很常就会被草包住啊。就像我后面这一坨，这一坨其实是草莓，这个里面有草莓，我弄给大家看。这个是我种一些比较没那么好吃的品种啊，有没有？里面这个都是草莓哦，里面有草莓但是它就没有很好吃，所以我就没有理它。当田里你看到我会这样随便乱种，是因为我盆栽我都有保留我的母本都有保留我的母苗源种在这里就是一些走茎走出来要测试看抗病性啊，看植株的长势，或者是果实大小，因为你果实大小，你用盆栽种，它的那个果实一定就是会比较跟田里比，就是会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在田里种，让它可以无限生长，比较测得出它的这个品种的真实状况。那像旁边这里，某些品种的长势比较弱，而且叶子也会开始出现炭疽病然后它本身比较强势的品种。像这个这个它就没有炭疽这个你看到这个黑黑的，这个不是炭疽啊，这个是那个草的种子，这个是那个做浆草的种子弹出来弹在叶子上的这边草真的很多像这个就是走茎夏天到了走茎也开始多，这个我也没有特别理它，它就是长一堆长出来如果要的话就是把这些种起来。像我之前弄的那个走茎繁殖的方法，把它种起来，然后在大概9月的时候移植下去种移到其他地方再去种这些你也可以当母苗源但是你种在田里的这些草莓，它的走茎走出来就有几率是有潜在疾病的因为它就是种在这种野生的环境嘛。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中华褐金龟它会啃食叶子至于我为什么愿意把草莓这样丢着让我摘给各位看你随便摘随便摘的草莓就是长这个样子这就是被果虫蝇咬，我们这边有果虫蝇，然后你打开像这样子，你直接把它撕开这里面都很恐怖这个里面绝对都有虫这里面都有虫。我明年种的话，自己吃用一小区
还是得用网式上面还是得围网式，围那种比较细的，防止果虫引进去的啊。不然你如果种比较多的量的话，你要一颗一颗草莓套袋，其实是真的有一点麻烦了。啊，像我刚刚给各位看到一些比较弱势的，跟有炭疽病的，我就也不会特别去治它，我就只帮它除草，不要让它被草完全包掉而被压死。啊，像它如果在这边没有办法适应炭疽啊什么的，这些品种我就会陆续去淘汰。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吃起来还不错，果实产量也都还可以，啊，整体的生存能力也算是中上的一个品种。那你看这里都还有很多这种草莓苗，我之后会把它压起来，做成草莓的盆栽。我们等到9月之后，如果我有繁殖更多，我们再分享给各位。那我们总结一下这集的重点，我们盆栽的草莓啊，你要把它的老叶全部都打掉，把它叶子疏少一点，让它的植株变瘦，这样你浇水才浇得进去。然后之后有果实的啊什么的也都可以打掉了。等大概像现在4月5月这边，它就会开始长很多走茎。7月8月9月天气拉上来之后，最主要做的就是常常的浇水，防止它干掉，这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有一些，你也可以把它移到一些比较遮阴的地方。那像田里的这些因为我是种来吃的，我就会像这样比较随意的种植啊，但是它的长势也是强壮啊。像这些苗，我就会丢在这边，就这样子直接让它丢到明年。因为我母本还有我明年要种的话，我一定是种新的，用我母本繁殖出来的新小苗。而在后面那边其他地方再开辟一个新的地方，旁边有种这种茄子啊、辣椒啊，有的没有的。如果各位对一些这种菜啊什么的，像香瓜啊、西瓜这种种植有兴趣的话，在底部留言。那自己种草莓的影片我们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